李先生，请坐。哎呀，呀，哎，李先生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嘛，坐嘛，坐嘛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坐。马秉宪，哎，下馆子。哎，你的那个弹劾文书啊，本官已经收到了，写得很好啊。这个征税在即啊，这金安呐，闹出了民变，一个知府，一个巡按，都弹压不了啊。本官呢，10日之后，便要进京述职，没有办法啊，只有亲自来了。劳动上官是我等无能。不，我等无能。哎，我不是来追究责任的，我是来处理问题的。仁华的那些民众为何不走啊？啊，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看，李巡抚，我们已经揪住了此次民变的罪魁祸首。仁华县民帅家墨封宝玉，此2人妖言惑众，妄议说服，指使诸县居于不断，以致生变。如今我们正要将他们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。哎呀，这个斩刑是要上报刑部的，你这样不能私自动刑吧？啊，我们也是急于消弭民变，事急从权嘛。不过2人的斩刑文书都是急着办，文书在此，在下暂离府事，提交府印。马彬县已经复审批过了。哎呀，这个定情论罪啦，一定要慎重啊！朝廷一再说要导人向上啊。这，李巡抚啊，您真是有所不知啊！这2人呐，把整个金安府搅的是天翻地覆，不杀他都不足以平民愤呐。确实如此。乱民一闹，你们就杀人来安抚他们啊？那么以后他们再闹的，你到底要杀多少人呢？陈庆，你要吓死我了！这杂剧里边就法场的戏码，不都是到最后一刻，英雄才出现吗？老帅跟我讲了，你除非是会飞，要不就是会什么遁地术，不然你根本不可能及时赶到的呀。本来呢，确实是赶不到，但没想到啊，居然在去省城的半路碰到了巡抚的仪仗。他是来人话的呀。马文才，他为了扳倒黄知府和刘巡案，早早的就把弹劾文书发到了省城。为了杀帅家墨灭口，怕黄知府和刘巡案阻拦，便连夜派兵把他们送回了省城。他自以为天衣无缝，可是没想到，刘巡案却因此碰到了李巡抚，此乃天意。啊，所以就是说是刘巡案说明了是非对错，然后李巡抚决定替我们主持公道，是吧？帅家墨，你虽然是一个算呆子，但运气实在是好。那个李世达便是当年办你父亲案子的另外一个官员。谁是帅端城？我是。奉行暗查史司的范兆模，吏部的李主事，召你过去问话。其实对于这个仁华的情况，本官呢在来的路上也做了一些了解。起源呢是这个人丁丝绢税。说到这个税目啊，跟我还是很有渊源的。我记得我在吏部主事的时候，跟范老联手，在仁华做过一个案子。知道我们2位是做什么的吗？不知。本官是负责模勘、审计奉兴诸府财货支出、税赋田亩的。这位是吏部负责吏治廉洁的主事。参见李主事。参见范兆模。你们仁华县有一笔人丁丝绢税，你可听说过？知道。这笔税目折银3530两，按道理应该是由仁华县来征收，借送到金安府，再由金安府借送到省城户部承运库，对吧？
不过仁华县是副郭县，库房是县府共用。所以从仁华县借送到金安府的这个手续呢，只是在文书上走了一下，实物呢，并不离库，所以就无需盘库清点。如果有人想中饱私囊的话，就在这个节点上一纸文书，就可以把银子挪出去。不知二位想问些什么呢？这个是你画的押吧？利用你工作之便，挪走了库银3530两，大手笔啊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这个押确实是我画的，可是这个真的是用于修缮之处啊！何为修缮银呢？修缮银是为了修缮田池用的，可实际上是为县中那些大户丈量田亩、缩减面积收取的一些辛苦钱。你还想狡辩？白老，咱们了解啊。你刚才说，你只是收贿赂，并没有挪用税银。你有证据吗？有，我有。请给我几天时间。这个问斩的人姓帅吧？和这个帅敦成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他是帅敦成的儿子啊，家风使然，恶习不改，是吗？哎，你是那个户房长案吧？是，就是在下当年举报的此案。李巡抚好记性啊！这个案子疑点不多呀。哎呀，当时帅敦成说呀，他说此案另有隐情，我就放他回去了，准备好这个证据。没成想啊，过了几天，他畏罪自杀了，使得此案无疾而终啊。哎呀，李巡抚为一介罪民记到20年之后，他九泉之下，他都知足啊！哎呀，别提了，本官呐，这一辈子破了不少案子，就这一个案子有始无终啊，所以一直耿耿于怀呀。是，那所以呢，今天咱们这个行刑呢，就暂且停一下啊。李巡抚，本官要会官合议。下官以为，眼下如若放任乱民包围县城不散，只怕会生祸患。是，这个很简单嘛，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每个县选几个代表来，在一旁旁听便是。李巡抚，这真不行啊！哎呀，对于乱民呐，不可一味的屈从，不可一味的弹压，只要让他们清楚的知道，官府处理问题是有诚意的啊，他们自然就静下来了啊。李巡抚啊，这，哎呀，这些官，你们两个是做父母官的吧？总不能让我来教你们吧？啊？你知道李世达为什么来仁华吗？他不是来替我们主持公道的吗？错，到了这个级别的官员，对错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谁能给他带来的好处更大。我们的胜机呢，不是要给他讲明白一个道理，而是要向他证明我们更有价值。做到了，我们就能赢；做不到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舍弃掉。啊，这么难呀？那还不如一开始一刀就解决我了呢。明天你们两个啊，尤其是你帅家墨，千万不要执着于人丁私捐税的那些细账。那我们说什么？我这次之所以博到这个机会呢，是因为我向李巡抚献上了那本私捐全书，让他知道了咱们金安引田的问题是有多严重。所以，明天我们一定要死死咬住清账土地这一点，大做文章，
这个才是巡抚最关心的事儿。两者都是错误，有什么分别？不一样，以征人丁私捐，无非是从哪个县的百姓手里收税，这个对巡抚来说都是一样的。单搞缩省引田，这个是从朝廷的手里偷银钱。如今张首府变法在即，这个是最敏感的私权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一下就明白了。你们这是为了百姓请命，为朝廷排忧，此乃无可辩驳之大义。明天到了大堂之上，千万不要搞错了重点。你们俩琢磨琢磨啊，记得。程县长，这一语惊醒梦中人呐，这扯人清有点东西啊。他说的对呀。宝玉，你有姐夫了？啊？老范，老范，哎呀，我等你好长时间了。我听说那个帅敦成来了。对，啊，那他把资料带来了？没有。哟，他说还有其他的资料需要补充，装订成书后再送过来。哦，这太好了！哎，这可是重大发现呀！明天咱们带上他的资料，可以回南京了。20年了。这金安府啊，没怎么变样。我听说李巡抚到了仁华，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范兄啊，我还记得20年前，就在这金安府，你我2人联手办过案子。未成想啊，20年后，故地重游，又见到了范兄啊！没想到昔日的吏部主事，如今是堂堂奉行巡抚都御史，仕途之王，令人羡慕，令人羡慕啊！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哎，范兄，那今日咱们就暂且先忙正事儿啊。之后呢，咱们再慢慢的叙旧，如何？请。李主事是泾阳人，我是金安府出来的，念在我们的乡情之上，我提前让你过来，看看有没有周旋的余地可以帮衬一二。范兆伯高义，快，坐。账册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账册就在家中。你能确定账册里边记载了所有的引田记录？我确定，每一笔都是经我手过的。这个很重要啊，一定要保管好。这个您放心，就算账册不在，我这脑子里也都记着呢，再默出一份便是了。既然这么做了，那就应该认罪。我喜欢算学，孩子也喜欢。这算学容不得一点错谬，如果错了，须得先承认，才能改正。我希望我可以教会他这一点。好啊，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我这回是公干回来，这壶省城老酒，做个纪念吧。哎呀，不敢，
受之有愧啊！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我钦佩你，像你这样的人，现在不多了。今日汤审，众百姓代表，还有各地方来的乡贤俱在。按理说呀，皇权不下县。不过，兹事体大，我和范老又是旧识，所以请诸位来作为旁听，共议此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成人清也是我叫来的。帮着大家梳理梳理案情啊！大家都坐下吧。谢谢。走吧，走吧。诸位请看啊，我意外的得到了一本4卷全书，乃是20年前死去的帅敦诚所著。上面所载所记，着实骇人听闻呐！什么东西？范老，要不您先翻一翻。哎，李先锋。李巡抚，这书是？爸，这书上记录的是帅敦诚20年前的一份土地交易明细，所记的这个田亩买卖啊，真实面积和登记的面积大相径庭，全都存在着所省引田的勾当。20年，那就是嘉靖38年，这可是2帝之前的旧事了，今日何必拿出来重提呀？毛知县，您是父母官吧？这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？隐匿田地跟其他案子不一样，你杀人放火做过就算了，损失到此为止。但是隐匿田地，那可是每年实实在在的从朝廷手里偷银钱，一偷就是20年，那得多少钱啊？危言耸听！再不及时制止的话，年头越多，流失的税银就越多。您说，该不该旧事重提啊？正是这个道理。李巡抚，在下以为还是要先搞清楚这4卷全书的真伪啊，否则这讨论半天也是空中楼阁呀。那是。请问这书您是来自何处啊？此书乃是德子刚刚去世的任主簿家中。当年任主簿跟帅敦诚是知交好友，得其托付珍藏此册，临终一命要将它公诸于世。任主簿已经死了，你们便可以随意的编排，反正他在九泉之下，又不能反驳。鉴定账册不一定非得人在呀，从字迹不也能分辨吗？20年了。这帅敦诚的笔迹，这如何分辨得出啊？谁说要鉴定帅敦诚的字迹啊？宋统判，怕是您还不知道吧？这4卷全书上不光有帅敦诚的记录，还有任主簿这20年的增补批注。任主簿在金安做了这么多年的官，怕是他的亲笔文牍可以装满半个价格库，我们随便取几本出来比照一下，岂不轻易可知吗？这个帅敦诚，我接触过，脑子里有些问题，所以他写的这个东西不足为信呐。范老啊，此言差矣吧。您若是说帅氏父子他们不通人情世故呢，确实如此。
但您若说他们做的账不足信，那就真的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。谁不知道帅师父子他们的算学功夫独步天下，怕是整个凤兴都找不出对手来。算得好和诚实可信是两码事儿。说得好，马兵仙，就如同写文章，有些人写的是花团锦簇，其实满肚子皆是男盗女娼。诚如你所言，就算是帅敦成亲笔所写，也未必是真，许是构陷。构陷，好吧。其实这件事儿呢，很容易查验。你要如何验证？范老，借私捐全书一用。这里边有一条记录，嘉靖38年的7月，同阳的一户费姓人家和赵姓人家有一笔土地交易，都看清楚，看清楚。当时负责账地的便是帅敦成，他实际册的土地是120亩，但是因为收了修缮银，所以他在省史上做了手脚，最后在榆林图册上的登记仅为110亩，交易金额600两。这又如何？晋安府的所有土地交易需缴契税，官府要在地契上加盖大印，谓之红契。方知县，价格库近在咫尺，可否差人去把当年的契税记录和榆林图册拿来，咱们查验一下呀？李巡抚，本官已都备好，是否可以呈上来？哎呀，呈上来吧，呈上来吧。呈上来。姐姐，这是宝玉之前让我替他保管的，今日还给你。既然他留在你这儿，你就继续保管吧。 110亩，600两。7月，600两，还是得看一下。来，600两。费姓、赵姓，数目全都对得上啊。这又能说明什么？ 很有可能是那帅敦成先看到了这榆林图册，然后故意夸大数字。毛知县，怕是他们两家的来历你还不太清楚。哦，马兵县，麦田的费家是令堂的娘家吧？是，又如何？这买田的赵家就变得更有趣儿了。 户主叫赵秉信，此人籍籍无名，但是若说起他的叔叔，相信在座的诸位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。他便是闻名凤兴的经学名家赵浩古。你这东拉西扯的，到底要说些什么？少安勿躁，少安勿躁。刚刚都记住了吧？这笔土地交易是嘉靖38年的7月，那么嘉靖38年的8月，也就是下一个月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 哦，是乙未科的秋闱乡试，正是大比之年。哎，而凤兴乡试的主考官，正是这个赵浩古。他虽然是江西人，但是侄子却定居在仁华。我与马兵县呢素有同窗之谊，恰好也参加了这一年的乡试。只可惜啊，我是因过被处落了，马兵县。 则金榜题名了。那是因为你当时夹带舞弊而被处落，此等人品，谁还敢信啊？你不必信我，信证据就好。这个契税记录上不是有证明吗？
110亩600两，也就是每亩不到5两5。但是当时的地价平均应该是在10两左右。我就非常的好奇了，马兵线，在乡试之前，你的娘家以半价卖了实际的120亩地给主考官的侄子，然后你就金榜题名了。李巡抚，这是公然污蔑官员清誉，不光侮辱下官，还侮辱下官加词作诗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看来果真发生这件事了。李巡抚，在下可否呈上证据？呈上来吧。李巡抚，岂可因小人之谗言而因一方之官员？这是官方记录，要不你承认官府造假，要不你承认自己科长舞弊。程真卿，马文才，想清楚了再回答。这2份文书得收起来，留为证据。马文才，这事关凤兴士林清誉，我要上报朝廷，你得做个准备。当今张首府最关注的就是伦才大典，由不得半点瑕疵。你是2甲进士，如果真的有舞弊行为的话，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罪，3足不保。早点查清，早点还你个清白。这也太草率了。来人，送马文才休息。是。马文才，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呢，不是为了你我之间的机缘，是为了正气。宋同判，你有话说呀？李巡抚啊，刚才的讨论实在是离题万里，不知所谓。哦，在下以为这《思捐全书》的真伪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这作者是否诚信。哦，在下是当年帅敦城案的提告人，此案的虚实我尽知之。哎呀，那你讲啊？当年我在护房做掌案，这帅敦城呢是我手下的书手。这个人倒是成绵老实，算术功夫啊真是一流。哦，但是有一个弱点，就是这个孩子呀，这孩子呀从小就有痴病，所以他们夫妻2人一心就想聘请名医为其诊治，可惜身无积蓄啊。所以这帅敦城会铤而走险，勾结大户，收受贿赂，其行可诛，其情可悯呐。哎呀，不错啊。范老啊，我好像记得当初的卷宗上是有这个记录。是。当时我心想，这是旧情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哎呀，可是这帅敦城他胆子越来越大呀！我屡劝他不听，我不得已上报官府，引起您和范老的调查。所谓穷鼠孽离，一个老实人走投无路，
必然心生怨恨。凭借他的算术造诣，伪造一本交易记录轻而易举，是以被之以为这本书不可轻信。等一等，你是说这四卷全书是帅敦城伪造的？对。那他何必举火自焚呢？岂不矛盾？李巡抚，当时帅敦城是不是跟您承诺过，取了证据便会自首？但他突然身死，这其中必有蹊跷吧？我对此也是一直不解呀。更何况他们如此疼爱幼子，怎么可能舍得双双自尽，忍心留着一个幼子孤独一人吗？心中有鬼的犯人，他所有的行为就会自相矛盾，有时候他会一时激愤上头，就考虑不了这么周全的。人主簿呢，除了留下了四卷全书，还留下了一笔当年的仵作记录。这记录上写明，帅敦城、柳月娥夫妻两个的遗体口中无灰，说明不是死在火场，而是死了之后被留在火场。这是不是被奸人所害？牵强附会。他夫妻二人先是喝酒，酒醉之后被烧死，这并不奇怪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二人喝过酒？我在仵作的文书里亲眼看到的。文书哦，仵作的文书。范老，您看，文书，看清楚了，文书，来，都看清楚。李巡抚，请过目。宋通判。程人，请你炸我！炸你又如何？人主簿不可能留这种没用的东西，我就是在炸你，我杜撰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二人喝过酒？你在现场？我怎么可能在现场？事发之后，仵作亲口跟我说的。仵作是神仙吗？烧焦的遗骸还知道他们两个有没有喝过酒？知道他们喝过酒的，除了帅家梦，还有当日在场之人。说吧，你去帅敦城家做什么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是当时护房的长啊！帅敦城为那些人篡改土地数字，不可能略过你。还有这四卷全书上的每一笔交易，都与你有牵连。从常理推断，你杀人的嫌疑最大，你便是杀了帅敦城、柳月娥夫妇两个的凶手。血口喷人，你这毫无证据的污蔑！污蔑！你看着帅家墨，7岁的帅家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死在火海。20年来，他一直在重复这个噩梦。20年，你现在看着他的眼睛，对他说：“你与此事无关。”说。敦城啊，我准备再送你一桩富贵。你精通数理，既然能毫无破绽的丈量，你便自己在这价格库的御林册上滴水不漏的开吧。长安，哎，我重要东西啊还在2楼。来，随我来。哎，长安，长安。江墨，还记得爹教你的推步举鼎之术吗？给爹背一遍。错的。错的？哪儿错了？你今天在价格库写的数字是错的。我不干了。我觉得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哎呀！最近查阅账本，发现
这人丁四捐税有很大的问题。咱们县每年要比别的县多交人丁四捐税3530两，那又如何？宋长安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就因为多交了几两银子的税钱而家破人亡？这大灾之年，那马家、范家的土豪乡绅，不想着救济乡民，反而贱价购地，这是把人在往死里逼呀！莫名其妙。这人丁四捐与我们有何干呢？怎么没干？富裕田产，这你知道？那些乡绅把税款看得轻如鸿毛，就是因为你，让我给他们干的那些所省账地、隐瞒田产的勾当。行了，别给我扯些有的没的。摔本池塘要如何？你要如何？这条船你上了，钱你收了，现在想脱身，你完了！你难道不想给你这个傻儿子看病吗？啊？你难道想养他一辈子不成吗？养他一辈子，又有何难？家莫不傻，只是不通人情罢了。我好过他爹，受了这不义之子，终日惶惶不安。银子你拿走，还是在这张票上留个画押。走的是府里的修缮银，没有问题。我害了那么多人，是我该付出代价的时候。这本书里的事例，是我收集了这1年多为富户丈量土地的证据，营缩多少，实测多少。原本以为这是为了佐证我推步据定之术。这是我刚刚写完的公诉，当做这本书的序吧。这个错误80年都没人改正，不仅苦了一县的老百姓，更是那些贪官污吏的遮羞布。今天我就要用这本书，让世人看看，大明这袭锦袍之下，都是什么样的魑魅魍魉。我想起来了。爹，3530是什么意思？记住这个数字，爹一生的功过都在这里了。江波，今天咱们俩也喝个痛快吧。
遮住我眼睛，却如自己无意识醒，赋予你使命，是非纠缠，总能寻踪影。谁能看得清万物的缘生？堕入黑白裂缝，漠视乱世纷争，也会指引用偏颇的真理，凝视野兽瞳孔，撕裂我的痛，束手变苍穹。就像成为传奇，不被传记，就算是有换季，不熟悉的团体的河，就算10年500个泛黄的报表黄色，又会变到那天，也许又被转移了个例句，可以体谅。西风或在先辈镜下，狂日之下，寒风显脊梁，运气并驾，64年反复不下60次，新人远旧的字，思路卷卷，谁能看得清？千声浮语，幻化日月长空，也会指引用偏颇的真理，凝视野兽瞳孔，撕裂我的痛，束手变苍穹，为世界重生。